多年前，有部美国电影叫做《孤独的幸存者》，讲的是阿富汗战场上4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奉命执行一项名为“红翼行动”的任务，深入阿富汗的崇山峻岭，秘密侦察塔利班头目本沙马克的行踪。他是基地组织一支主力部队的指挥官。这个人在山区长大，阴险狡诈，曾攻击过阿富汗的许多城市，而且直接参与制造了数起针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炸弹袭击事件。当4人到达隐蔽地点后，碰巧遇到了3个牧羊人，2个中年男子和1名男童。考虑到此次任务的密集很高，是绝对不可以让外人得知他们的行踪和据点的。而这些牧羊人显然看到的、知道的太多了。他们紧急讨论一番，列出了以下3个方案：1. 严厉警告牧羊人后放掉他们；2. 把牧羊人绑在荒山上，等任务完成后再放他们回去；3. 直接把牧羊人杀掉，以绝后患。但考虑到一下子取3条人命，而且还有1个是儿童，也没能下手。最终，经过一番讨论，这4位通过民主投票的形式决定警告后释放牧羊人。很快，4名特战队员还没来得及从自我感动中走出来，他们就被塔利班武装给包围了。显然，这几个侥幸捡了条小命的牧羊人，一刻没耽误，马上找到了塔利班告密。或许也可能，他们本身就是塔利班成员，日常任务就是一边牧羊一边侦察敌情。接下来，4名美国大兵就悲剧了，他们被140多个塔利班分子包围，打了一场惨烈的丛林近身战。整个战斗场面相当悲壮，每一位海豹队友的表现都异常英勇。好不容易盼来了空中火力支援，6架武装直升机，可还没来得及降落，领头的那架支奴干就被一支 RPG 火箭弹击中了尾部螺旋桨下方的变速箱，很快失控坠地，机上16名成员全部死亡，仅剩一个名叫马库斯·鲁特埃勒的海豹队员存活，他从山上滚落，并且身受重伤。在呼救无果后，为了防止暴露，他先是在山林里隐藏了一夜，等到塔利班武装人员散去，天一亮，因为极度口渴难耐，又拼命地往山上爬去寻找水源。爬行数公里后，在马库斯几乎要昏死过去之前，恍恍惚惚地看到一个人向他伸出了手。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这个普什图汉子叫做萨拉瓦，是村里的医生，他大概30多岁，个子在阿富汗人中算高的，长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大脑门。由于语言不通，双方一阵比划后，萨拉瓦给垂死的马库斯递来了水。更令人震惊的是，经过一番讨论，萨拉瓦和同行决定依照古老的普什图法庇护这个受了重伤的美国军人。萨拉瓦和另外3人抬着马库斯回到村落，由长老的儿子古拉布照看。打扫战场的塔利班只发现了3具美军尸体，根据之前从牧羊人口中掌握的情报，马上判断出有一个活口溜掉了，并很快分析出海豹如果逃命的话，肯定会经过山脚下的那个村落。于是塔利班队长带着一众人马杀到了村口，请出村子的长老，要求他们交人。此时塔利班几乎都已经判断出了美军士兵被谁隐藏在了哪间房屋内，但塔利班并没有强行进入捉人，这当然跟他们考虑到村落武装的杀伤力有关，但更多的还是基于普什图法的巨大威慑力。如果因为一个美国人而在村里展开屠杀，就会失去周围村落的支持，塔利班也无法在当地立足。毕竟塔利班一向倡导以宗教和部落法规管制教育国民，自然不好明知故犯，公然破坏普什图法了。什么是普什图法呢？普什图法典并非一个以国家名义颁布的正式法律，而是中亚和南亚一带普什图族部落里长期遵循的一种特有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这里应该提一提普什图族，它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部族，人口约有4200万，其中2800万生活在巴基斯坦，1250万生活在阿富汗，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2%。此外，还有约88000人生活在英国，44000人在美国。在阿富汗，这些人主要生活在东北部山区，在阿富汗东部和南部也有许多聚居区。他们是个骄傲的民族，有着极强的荣誉和文化认同感，2000余年以来一直尊奉被称作普什图瓦莱的部落准则和法规。部族的法规普什图瓦莱有一整套严格的要求，热情好客，慷慨大方，一旦遭到侮辱，必须全力雪耻。在普什图人中，生存是艰难的，你必须取得同辈
亲戚和盟友的尊重，而获得尊重的过程可能是危险的。唯有部族的荣誉准则，才避免使部族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了避免自己及家人蒙受耻辱，部族男子愿意去战斗，甚至去杀戮，而杀戮会使该整个部族陷入混乱。由于血债必须血偿，杀人者及其家人就永远处在危险之中。结果，这极大地遏制了部族内部暴力事件的发生。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教授、学识渊博的查尔斯·林德霍恩的研究表明，普什图部族内部凶杀案发生率要远远低于美国城市地区。总之，在普什图人的土地上一直在进行残酷的战斗，大多数是他们与外来者之间的战斗。但古老的普什图瓦莱让他们始终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他们最优秀的美德就是其慷慨好客的传统，其中包括洛克海法则。这一法则的字面意思是把锅给他，意思是保护某人不受敌人伤害。尤其只当部族与被保护者的敌人相比处于劣势时，要挺身而出，维护被保护者的安全。如果部族认为某人适用于洛克海法则，那么就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个人不受其敌人伤害。这个普什图族虽然只占比44%左右，但在阿富汗境内的20多个民族中可算是第一。塔利班就主要来源于普什图的部族武装，紧随其后的是以潘杰希尔省为核心的塔吉克人，他们占比在30%至35%左右。第三的是长着东亚人面孔的哈扎拉人。长期以来，这样的状态下，由于复杂的民族成分和英国殖民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各民族以部落为核心，山头林立，部族间的大小纷争和混战，一直是阿富汗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在占比极高的阿富汗农村人口中，村民们可能对于喀布尔的国家政权都没有很清晰的概念，只有部族才属于基层群众核心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甚至能高于国家认知。因此，历来阿富汗的各地区各部族都非常尚武，拥有着自己的部族村落武装。谁要伤及了部族成员，或者损害了部族的尊严，将会遭到无情的报复。在阿富汗，凡是有普什图人部族的地方，普什图法典都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尤其是广阔的农村地区，他们还像几个世纪前的老祖宗们一样，虔诚而严格地按照这个传统民间法规生活、战斗和接人待物。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普什图法典也做了相关指示。如果来客并非善类，甚至是自己的敌人和仇家，在走投无路之际寻求庇护怎么办？而且仇人的仇人也跟随其后追杀而来了呢？那么按照法典，对于普什图族人来说，只要是来客，就得无区别地进行友善招待、倾力相助，保护客人不受伤害。如果没能施以真正的帮助，则与谋杀无异。同时，普什图人又坚信，将寻求庇护的人交出去，自己的尊严会严重受损，家族将荣耀扫地。对于极度重视家族荣誉和尊严的普什图族人来说，就算是战斗到死，也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典型的，除了前面提及的红翼行动中唯一的幸存者马库斯，更惊天动地的一次，还当属2001年塔利班政权拒绝交出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选择。上世纪90年代末，在各方压力下，本拉登被苏丹驱逐，投奔了刚刚夺权的阿富汗塔利班，并受到了曾经的抗苏老战友塔利班老大奥马尔的热情款待。拉登先是出巨资给阿富汗修桥铺路、盖清真寺，还把大女儿嫁给了收留自己的奥马尔。那边奥马尔作为回礼，也拿出了个豆蔻年华的亲闺女，做了本拉登的第 N 个妻子。自此，这二位相互之间既是女婿又是老丈人的，算是亲上加亲了。渐渐的，拉登的世界观影响了当年塔利班高层领导人的内政外交。911事件后不久，面对美国的压力，塔利班政权相当强硬，就是不交。老实说，这其中很难排除普什图法典的影响。当年的塔利班领导层大部分都来自于普什图族部落，对他们而言，交出本拉登就等于是交出了普什图人的尊严。普什图人历来是尊严如生命，为了尊严，武德充沛的他们，多数会选择战斗到死。实际上，普什图法典诞生的同期，中世纪的欧洲也曾经一度流行着类似的宾客权利，讲究我家的客人谁都不许动，否则就是对我的挑衅。但渐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欧洲国家们都先后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权力和社会治安系统，完成了国家的法治化。于是，老祖宗的那套宾客权利也自然没人太当回事了。但阿富汗却很例外，除了少数大城市，广大的农村地区仍旧过着跟几个世纪前老祖宗们区别不太大的生活。村民们多数是文盲半文盲，在他们眼里，只有宗教、部落、长老。就这样，源于中世纪的普什图法典，至今仍在阿富汗民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广泛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和战斗。